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包菜是餐桌上的常客，今天拿它搭配酸甜的西红柿，做道开胃下饭菜。包菜脆嫩多汁，西红柿酸甜浓郁，二者一合，香气扑鼻，口感层次丰富，既有包菜的爽脆，又有西红柿的绵软，酸甜开胃，是下饭的好选择。首先取一颗新鲜包菜，从中间对半切开，仔细去除底部坚硬的白色菜心，这部分纤维较粗，炒制时不易入味，且口感生硬，会影响整道菜的鲜嫩度。接着将包菜切成适口的小块，感觉一个不够吃，只切半个，再用手轻轻把每片菜叶掰散，让它们在炒制时能均匀受热。包菜可是蔬菜里的储存能手，常温下放1周依然新鲜。它的学名叫结球甘蓝，听起来格外洋气。西餐中常被用来做沙拉，而今天我们换种吃法，将它切块块炒，搭配酸甜食材做成下饭菜，爽脆口感，又裹满浓郁滋味，比生吃更添烟火气，妥妥的干饭神器。将切好的包菜放入碗中，加入1大勺食盐，用手轻轻抓拌均匀，让每片菜叶都裹上盐粒。这一步是提前腌制包菜，通过食盐杀出菜叶中的多余水分，使其口感更脆嫩。充分抓拌后，将碗放置一旁，腌制5分钟左右即可。接下来处理一下西红柿，给西红柿去外皮有简单技巧，先在顶部划十字刀，放入沸水中烫10至15秒，待皮翘起后捞出，进入冷水中。冷却后从十字口处轻轻撕皮，就能轻松去掉，这样去皮快速方便，还能保持西红柿完整。去完皮的西红柿果肉透亮如琥珀，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接下来将西红柿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轻薄些，再把薄片切成细条，最后改刀切成细小的丁状。西红柿丁切得越细碎越好，这样能更快炒出浓稠汤汁，直到把西红柿处理成柿品里那样的细腻小丁，再装入碗中备用。接着取一个小碗，打入2颗土鸡蛋，滴入几滴白醋去腥，然后用筷子顺时针快速搅拌。搅拌鸡蛋有技巧，朝着一个方向持续搅动，能让蛋黄和蛋白更均匀融合。搅拌完成后，将碗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提味增香的配料，取1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成细丝，最后剁成姜末。1把小葱只留葱白部分，切成细碎。葱花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取几粒蒜子去皮，用刀面拍扁，这样更易释放蒜香，再随意切碎，和葱姜放在一起。准备1条青辣椒，这种辣椒辣味温和，是辣者可换成小米辣，切成小粒备用。经过5分钟腌制，包菜已变得柔软，菜叶间渗出不少水分。由于腌制后的包菜含盐量较高，需倒入足量清水淘洗，用手轻轻翻动菜叶，让清水充分接触每一片叶片，带走表面多余盐分，避免炒制时口味过咸。简单清洗几遍后，将包菜捞出，放入漏勺中沥干水分。此时的包菜既保留了爽脆口感，又去除了过重的咸味，但不必过度用力，以免破坏菜叶的完整形态。起锅点火，倒入少许食用油润锅，待油温6成热，将搅拌好的蛋液沿锅边缓缓倒入。蛋液入锅后，先不要翻动，
保持中小火，让底部蛋液快速凝固，期间可用锅铲轻轻推动边缘，促使蛋液均匀受热定型。这个过程大约持续1分钟。若偏爱老蛋口感，可延长煎制时间至表面微焦。喜欢嫩滑质地的，则在蛋液基本凝固时就及时操作。当蛋液底部金黄，表面半凝固时，用锅铲将大块蛋饼划成小块，这样既能加快成熟速度，又能让后续调味更易渗入。待蛋液完全定型且色泽金黄后，将炒好的鸡蛋盛出装盘，锅里留少许底油，转中火加热，倒入葱姜蒜末，翻炒均匀，让香料在热油中爆出滋滋声响。姜的辛辣、葱的清香与蒜的浓郁瞬间交融，也随之弥漫开来。待香味一出，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，开最小火慢炒。好奇你来自哪个城市呀？快来评论区分享坐标，和各地朋友因美食相遇。没关注的话点个订阅，后续持续更新实用技巧、家常秘方等干货，别错过了。此时加入半勺食盐，盐分如同催化剂，凭借强穿透力渗入果肉，加速细胞破裂。3分钟内，西红柿从透亮的块状逐渐融化为酱汁，锅底泛起橙红的浓稠汤汁。紧接着倒入沥干的包菜，转大火快炒，脆嫩的叶片在锅中与西红柿汤汁激烈碰撞，沙沙声中裹满酸甜滋味。50秒后，将先前炒好的金黄鸡蛋块回锅，青辣椒粒也放入锅中。3种食材在铁锅中翻滚交融，包菜的翠绿、鸡蛋的金黄与西红柿的橙红交织成绚烂色彩，青辣椒的鲜爽气息。此时调入半勺白糖提鲜，淋少许生抽增香。因炒西红柿时已加盐，此处无需额外放盐，快速翻炒至调料融化，酱汁均匀包裹每片菜叶与蛋块，即可关火装盘。这道家常菜看似朴素，却藏着巧妙搭配。西红柿的酸甜化解了包菜的青涩，鸡蛋的软嫩平衡了蔬菜的爽脆。3种食材在锅中完成味觉的和谐共鸣。翠绿的包菜挂着亮红汤汁，金黄的蛋块浸在酸甜酱汁里，光是色泽就让人食欲大开。无论是配白米饭还是佐酒，都堪称一绝。关键是步骤清晰易操作，哪怕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，分分钟端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下饭神器。如果你也有私藏的生活小窍门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一起解锁更多实用干货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小颖，后续还有更多厨房神器、居家妙招等你发现。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，一起探寻更多生活惊喜。